今天这一期节目呢，我想跟你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学习驱动力。我时常问我的学员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考公务员？最常得到的2个答案，第一个，我想要扬眉吐气，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；第二个呢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确实，在这个动荡的社会当中，你会发现公务员这份工作，或许它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高的收入，但相对的，在不管什么样的变化下，原则上它都会是一个最稳定、最安稳的一个工作。那么这样子的2个理由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潜在的危机。我认定的2个潜在的危机呢，第一个，就是其实有一种短时间高报酬的心态在里面，也可以说有一点点投机的心态在里面吗？我如果可以投入2-3年的时间，就可以换得我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好像想一想，这个投资还蛮值得的。第二个潜在的风险，这个风险就是当你的驱动的原因消失的时候，你是否还要考公务员呢？以下是我的学员的真实的案例。第一个，他在考试的准备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呢可以说直接做到退休也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薪水呢也相当于是普考这样的一个薪水的待遇。那这样子你还要考公务员吗？第二个就是呢，他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，他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，决定要嫁了。他还要不要考公务员呢？这个也是一个问题。第3个案例，他本来工作非常的繁忙，他希望可以透过考这个升等考试，跳到上级的单位，让工作可以减轻一点负担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，他转换了本来的工作的职务，所以他的工作不再繁忙了。那么如果你是以上3种情况的人，你又会怎么选择呢？是会选择绝不会被离职的工作，还是选择追求挑战的人生？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你的意见，驱动你参加国家考试的理由跟原因留言给我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，来一起讨论，或者你有一些想要表达的观点，都欢迎你留言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